我们平时的话拆空调的时候，这个内外机藤管的话需要拆掉，外机的话是必拆的，内机这边的话有些师傅的话会拆，有些师傅的话不会拆。其实的话，这个拆与不拆哪个好哪个不好，我觉得的话，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。它这个是2台空调的内机啊，2个内机。这台空调的内机的话，藤管就没有拆啊，连在这里的没有拆。这台空调的话就拆了啊，藤管的话就是这个，我们拿下来看一下，这个藤管先放这里。啊，这个是机子的背面，这个藤管接口的话这里，啊，这里的话我把它拆下来了。拆下来以后的话，这个藤管的话就很方便拿，很方便携带，啊，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来的。然后它藤管的话，接口的话刚好隐藏在这个位，这样的话就非常便于携带，啊，运输的话非常方便，尤其是有些的空调的话，它需要带回老家，需要发快递，需要寄物流。那么你这样搞的话呢，就非常的方便，好打包，好整理，好运输，免得在运输过程中搞坏。像它这个的话，你如果说发快递搞物流的话，你运输的话，这个藤管的话，这里搞这么大，打包的话，人家打木架不好打，不方便。那么有的朋友又抬杠说了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卷小一点，卷到背面嘛？其实等一下的话，我再讲一下，我们拿这台空调再仔细的看一下，这台空调藤管拆下来，它的一个优点我们讲完了，我们再讲一下它的缺点。你把它这个藤管的话拆掉了，这个藤管接口的话你把它拆了，以后安装的话呢，你又要装。它原来的话明明是不漏血种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你拆完以后再装的话，有可能是装不好，装不好的话它漏血种，尤其是内机这边漏血种包在这里面。一般的师傅好的人的话，他不给你查这里。啊，就说外机那里一查啊，有没有问题，怎么样，然后说你的空调报废了，需要换空调，怎么样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接口这里的话就没有接好，重新处理一下就 OK 了。啊，如果说你这里原来不漏，你不动它，再安装起来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。啊，这台空调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我放下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的话，藤管是没有拆的，卷起来的。啊，藤管没拆，卷起来的。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背面。啊，这样放吧。就说它的藤管的话，它是一个反出管，反出管的话，然后我拆完以后给它卷起来，卷了2圈，刚好卷完。它这个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缺点呢？就是刚才我们讲过，就是这里比较大，但是可以适当的缩小一点。但是你缩的再小，它的藤管的话，这里已经超出了这个位，就说如果说你是运输的话呢，是确实不方便。但是，你如果说搬运的地方比较近，还是这样的话比较好。如果说你发快递，那就像刚才那个空调拆了的话是最方便的。那有的老铁说了，那你的藤管的话，为什么不给它卷到这边呢？卷到这边的话，它就不会透出来呀。是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它这个藤管的话，从这个地方根部出来的话，它是一个脖子，弯到这边的话，它就反出管，这样的话是背出管，这样的话是顺出管。如果说它本来是这样的，我建议的话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以后的话，安装还是这个方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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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知道。如果说以后安装的话还是这个方向，那你搞过来，你安装的时候又搞过来，这个脖子的话折多几次，很有可能就折坏了。要么就是说，这个管径的话会变小，折成麻花或者半麻花。到时候的话就处理起来比较麻烦，制冷效果就比较差啊。所以说的话，尽量的话不要动，它原来什么样的话就什么样啊。说到这里的话，老铁们应该都明白了啊。以上的话就是这个空调内机的藤管要不要完完全全的把它卸下来，
的一个优点和缺点。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，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，看情况而定。老铁们喜欢的话，关注加点赞，评论区留言哦，谢谢。